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一起美军亚裔士兵的案件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2011年10月3日的早上，在阿富汗坎大哈的一处美军营地里，一个华裔士兵正全副武装爬行在遍布碎石的地面上，旁边的队友一边用碎石扔他，一边起哄：你看丹尼那一扭一扭的屁股，就好像女人走路的样子。在完成爬行后，丹尼没有做出任何回击，而是独自回到了警戒塔上站岗。中午11点13分，警戒塔上响起了一声枪响，一名士兵应声倒下。虽然枪声很响亮，但直到背影倒下许久后，他才被人听到。几个小时后，在距离阿富汗1万多公里外的美国纽约，一辆军车缓缓停下，从车上下来的几个士兵直接朝一栋房屋走去。听到敲门声后，陈宇辉的母亲陈素贞解下围身裙来到门前，看着眼前3个身穿军装的男子，陈素贞立马一脸疑惑。即使对方拿着自己儿子的照片边解释边比划，可由于言语不通，陈素贞听了半天还是一脸疑惑。无奈的陈素贞只好致电哥哥，让能说流利英语的嫂子帮忙翻译。确认身份后，士兵直截了当地说道：你能告诉陈宇辉的母亲，他们的儿子丹尼已经死了吗？听到这话，嫂子有点不知所措，她错愕了好几秒，然后重新向电话里的士兵确认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，嫂子梅丽莎转头询问丈夫：我该说什么？丈夫表示：你听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于是梅丽莎重新举起话筒，对丈夫的妹妹说道：他们说宇辉死了，他的头上挨了一枪。什么？宇辉头部中枪？那他没事吧？不，他死了。梅丽莎马上答道。不出意外，说完这句话后的梅丽莎立即听到了一声痛苦的尖叫。看到陈素贞瘫倒在地，几名士兵把他扶到了沙发上，然后把几份文件交到他手中，稍作安慰后便驱车离开了住所。很快，哥哥和嫂子立马来到了陈素贞住所。面对报告上写的自杀，陈宇辉的父母怎么也无法相信，因为前几个月他们还收到了儿子分享军营生活的信件，在信件中，儿子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杀意图。通过一系列的走访和询问，陈父和陈母终于获悉了儿子死亡的真相。儿子虽然的确是自杀，可自杀的原因是不愿忍受上司和周围队友的虐待。与儿子隶属同一个军营的非裔士兵告诉他们，丹尼陈宇辉英文名是他们队里唯一的亚裔，经常遭到队友的刁难。在服役期间，丹尼被一些喜欢惹事的队友起了很多外号，其中不乏充满种族歧视的中国龙女、中国佬等等。他的队长霍尔库姆还经常对他给予特殊照顾，要求丹尼完成各种额外的体能训练，例如仰卧起坐、武装越野和嘴巴含着水做俯卧撑等等。丹尼自杀当天，由于在执勤时忘记佩戴头盔，他被要求全副武装在碎石路上进行匍匐前进训练。更可恶的是，期间队友还不断朝他扔碎石，嘲笑他的屁股像夜店里的女人一扭一扭。搜集了被歧视和被虐待的证据后，针对1名军官和7个士兵，陈宇辉的律师就正式向军事法庭提起了控诉。案发1年后的2012年7月，来自美国华人社团等组织的各界人士多次上街游行，他们高举着为陈宇辉伸张正义的告示牌，希望以此获得更多人的关注，督促法院做出公平正义的审判。按照他们的预期，如果一切顺利，那这8名涉事军官和士兵根据对应的罪行，他们最高将会被判处18年不等的监禁徒刑。到了7月25号，美国布拉格堡军事法庭正式召开了庭审。法庭之上，围绕着陈宇辉的自杀，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控方律师认为，作为一个效力于我们国家的士兵，在遍布恐怖分子的阿富汗中服役，已经实属不易。可就是在这样充满危险的前线环境中，陈宇辉居然还要遭受来自队友的嘲笑和虐待。这些原本该照顾自己队友的人，却把子弹射向了自己的队友。
尤其是首要嫌疑人霍尔库姆，作为陈宇辉的上级，他不但没有制止其他人歧视和虐待自己队友，反而以身作则，带头虐待。算上过失杀人罪、鲁莽危害行为、恐吓、攻击、失职、违反4项正常法律程序这6项罪名，霍尔库姆这个人就应该在监狱里待上10几年。当控方律师一次性说出这些罪行后，霍尔库姆的辩护律师立马提出反对。他表示，这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，不是我当事人太过嘴贱，也不是太过手贱，只能说是死者太过脆弱。死者出生在美国，而父母却是从中国来的第1代移民，双方存在严重的文化观念隔阂。例如，死者之所以要瞒着父母参军，就是不想因此和父母脱离关系。到达阿富汗后，陌生的环境、睡眠周期的改变、高强度的训练，这些东西才是造成陈宇辉自杀的原因。同时，辩护律师还表示，亚裔在美军的自杀率占 13%， 首要因素就是压力过大。而作为队里的唯一一名华裔，死者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压力过大和缺乏归属感，不能说是因为我当事人的严格训练导致了他的自杀。听到辩方律师这个说法，控方律师马上坐不住了，他立即站起来反问对方，既然士兵已经有这么大的压力，那作为上级和队友更应该要提供关怀和爱护。可这8人并没有，相反还从言语和身体上歧视和虐待死者，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在训练期间，和死者结为好友的证人布莱恩透露，作为丹尼的队长，霍尔库姆经常给死者起各种具有侮辱性的花名，例如蛋卷和支那人等等。有一次自己发现丹尼睡在营房外面，上前一问才知道是霍尔库姆说他不配睡在里面。这位证人表示，虽然下级士兵被罚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丹尼好像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罚。此外，按照规定，执勤时一般都会要求2、3人一起站岗，可丹尼几乎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。作为死者的好朋友，布莱恩表示自己很想帮助好友，但他到军营后学到的第1句话就是不要问为什么，否则你只会有更多为什么想问。他说直到今天，自己还记得与丹尼相见的最后一面，那时丹尼已经心如死灰，对一切都已经不在乎。临别之前，丹尼说道，自己已经找到了如何摆脱歧视和虐待的办法。他本以为丹尼是想越级投诉，不料是自杀。就这样，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其中辩方请了31位证人，控方则召集了42位。在召开了10几次庭审后，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，否决了首要嫌犯霍尔库姆的过失杀人罪，6项罪名中只有攻击罪和虐待下属罪成立，判处1个月的监禁，扣除1000美元的工资，并降低1级职位。面对这个判决，陈宇辉的家人怎么也无法接受，30天的监禁和他们预期的10几年监禁相差甚远。华人协会的会长更是愤怒地表示，30天的刑期要如何面对一条在19岁就戛然而止的生命呢？作为首当其冲的霍尔库姆，法庭也只是以这样的判决处理。对于剩下的另外7人，对他们的判决可想而知，不会更重，只会更轻。按理说，陈宇辉的死可以说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，这种事情应该是媒体最喜欢的新闻。可小渊我搜了一圈，并没有找到对于该案的媒体评论，包括《纽约时报》等主流媒体都只是着重引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言论。说完法庭的审判，小渊再来说下陈宇辉的家庭背景。如果以上的内容是让你气得咬牙切齿，那下面这部分内容则会让你仰天长叹。陈宇辉的父亲陈延桃来自于中国广东台山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还没读上几年学，他就辍学外出打工，从夏天热得要你命的厨房干起。陈延桃花了好几年，才从一个洗碗工变成掌勺的厨师。1988年，陈延桃遇到爱人陈素贞，并随妻子一起来到美国，而到达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唐人街。由于没有像样的学历和殷实的家境，夫妇俩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做起。丈夫在中餐馆厨房炒菜，妻子在制衣厂缝纫。由于不会说英语，下班后2人也没什么交集，经常挤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。虽然在美国的生活很苦，但每次回到大陆，夫妇俩都会受到乡里亲朋好友的款待。他们也明白，
农村的人情世故。纵使无法衣锦还乡，那也得表现出事业有为，毕竟是赚美金的人。相遇4年后的1992年，陈宇辉来到了人间，但伴随这份喜悦的就只剩下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，夫妇俩经常同时干几份工作。他们知道，要想真正融入美国，那最少需要2代人的努力。接下来，只要好好培养宇辉这个独生子，那他们就能真正的与纽约的繁华相拥。在儿子3岁时，父亲便每天抽空教他数学和中文，母亲则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教英文。所以在学校读书时，儿子经常被老师称为天才少年，即使在数学课上睡觉，也照样能答出黑板上的问题。2010年18岁的陈宇辉高中毕业，被当地的纽约巴鲁克学院录取。按照父母的期待，他们希望儿子入读大学，然后找个体面的工作，再找到人生的另一半，给他们生几个可爱的孙子孙女，那这辈子的美国梦也算是完成了。可2011年，儿子突然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报名参军了。看到儿子先斩后奏的冲动，陈父陈母起初十分生气。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们不是怕你吃不了苦，而是怕我们将来要以泪洗面。在一番劝说下，父母逐渐接受了儿子参军的事实，并要求儿子只要一有空就得写信给他们。经过1年的训练后，陈宇辉被正式调到美国陆军步兵师中。案发前1年，他还利用假期抽空回家看望了父母。谁曾想到，这竟然是他们相见的最后一面。2011年8月，陈宇辉随军出征，被派往阿富汗驻扎，这让父母顿时紧张了起来。要知道，此前阿富汗一直硝烟不断。对于陈父陈母来说，与儿子分别后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收到儿子的信件，然后让亲戚帮忙翻译成中文。在翻译过程中，为了不让陈父陈母担心，亲戚总会把陈宇辉申诉痛苦的脏话给过滤掉，也就是报喜不报忧。每次看到电视里的星条旗，父母总会快速切过，直到那天儿子终于回来了，只可惜还同时带回了星条旗。作为一个种族大熔炉，美国凭借绝对的综合实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。也因为如此，美国经常强调人权的重要性。可一桩又一桩的种族歧视表明，美国人权中的人根本不适合普罗大众，它只适合美国优越阶层的白人以及很小一部分处于上流阶层的移民。像陈宇辉这种普普通通的亚裔，恐怕永远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